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认真少年》，我是你的玩物丧志好朋友阿仔师。我们发现了一个酷东西，就是我身为一个工业潮流物，很常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男生喜欢的工业的新奇有趣的工具或者是一些3C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蛮新颖的一些家庭用品、打扫方式，或者是一些新的概念。而我呢，虽然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工业男子，但是我其实回到家里面是一个非常热爱打电动的人。我个人拥有了非常多种，基本上你市面上想到的各种电动，然后我都会在家里面玩个2下。而最近，因为这几年我们做 YouTube 的关系，大家也知道，就是 YouTube 你做到一个程度，你很常会拿到一些大家没有用过，就是会先拿来我们这边测试，或者是拿来给我们使用，或者是有一些东西要修改，然后征询我们这些人的意见。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酷玩意儿，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机会刚好就是划分一个时代的楚河汉界。它不是科技化时代，而是我觉得它这个决定这个路线，它排解掉了以前旧时代的问题，然后跟新时代的突破，它取到一个中间值。这个比喻就很像是我们以前就是触控萤幕嘛，然后什么90度折叠的萤幕嘛，但是大家一直很难突破，然后之后才发现就是三星OPPO然后他们才做到，张开之后，哎呦没有痕迹了。就是它就是一种突破，我总算可以就是真的运用了这样子。而这个东西的突破呢，不管我们是在打电动上面，更是我发现我最近在开会、在旅游行走的时候非常好用的东西。它直接解决了以前我们 VR 很多我自己个人很不喜欢的问题。同时呢，它曾经 upgrade 了我们传统掌上打电动跟手机看东西的一些小困扰跟体验。而这东西就在我的桌上，它就长这样子。太阳眼镜啊！我跟你讲，打开它还真的像是个太阳眼镜。太阳眼镜够吗？不是，听我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会如此急迫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玩意儿？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太阳眼镜，它叫做 ROG X Real R1 电竞眼镜。你可以说它是电竞 AR 眼镜。我看起来像是戴太阳眼镜吗？我看起来像是唬烂的人。看起来也可以遮阳。看起来可以遮阴，对不对？我现在就在夜市卖这东西，大家一定觉得我喷笑这个时候，如果常常在我玩3C的人，然后你一定想说这没什么，那个什么，有一些人还可以摄影，然后还可以干嘛，还可以什么即时翻译。我跟你讲，稍安勿躁，这东西先怎么用，你先听我娓娓道来。好比说，我们就拿这个玩意儿，平常在玩这个 ROG 的 R-Lite 的时候，就是这种掌上型游戏，或者是各种就是掌上型的电玩的时候，以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频道好像4、5年前就是在玩那个VR 眼镜，就 Meta 的那个，就1代、2代，我就一路这样买上来，这样一直用。就是以前那个东西它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你戴在头上你会很重。然后呢，它里面的运作CPU 显示器全部都在那个头上面，很热，然后又很耗能，然后就在你的头上，通常你也玩不久。而且重点就是那个东西，你还玩到有的时候出事情，就是因为它有区域限制嘛。然后因为那个有的时候太沉浸式体验了，你无法回到现实社会。它其实就是它这个眼镜后面就是有一个 Type-C 这样接上去，就接好了，它还不用充电。然后呢，接上你的掌上型，或者是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各种东西的时候，一开机，我跟你讲，你现在看到就是我手上的是这样子的萤幕，对不对？我的眼睛的世界里面，现在大概是100多屏的萤幕在我面前。你知道100多屏是什么概念吗？100多大，是这个意思吗？100多寸，就大概是一个100多寸的萤幕在我的前面这样子。而且我是能够瞄得到旁边的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稍微这样抬一下头，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外面。但是你盖下来的时候，它其实旁边它有几个钮，它可以让我选是把它全部都变成黑屏黑掉，就是完全看不到你们，还是说就是我旁边我要有点透，它旁边有几个就是快捷键。我给你看一下这里面的画面长怎样，有感觉？有没有感觉？而且看它是 follow 的它能够这样子跟着我移动，有没有？它跟着移动，它是可以跟着你的眼睛动的它有点像是我们那次去国外有看到一个裸视3D 的那个感觉吧？大概是那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么简单。我用合成的方式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现在眼睛戴起来的时候，我现在我的面前这边就是一整大面，就是很大的萤幕。然后它可以变成2个设定，一个就是我可以设定这个萤幕按一下，萤幕不要动，然后我这样转的时候，萤幕在这里，或者是呢，我可以按一下，我这样动的时候，萤幕往上跑；我这样往下看的时候，萤幕往下；我往右、往左的时候，萤幕就跟着我跑。那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说，我们每一季的工业潮流物，就是我今天想要特别拿它出来讲的原因呢？好比说，我讲第一个就是插线。插线的好处就是你随时你要插到手机上，你要插到 Switch 上，或者是你今天你要打 PS5，你把它插 PS5 上，它就可以直接很直觉的，就是马上换过去，不用你在那边搞那个连线，然后打到一半，然后又讯号断掉，然后又反应太慢，然后你手的速度跟你那个显示器反应的速度跟不上，人家已经开枪了，然后你还在瞄准，然后你过了1秒钟之后你就死在那里。重点是什么？
电竞眼镜，打电竞的，我们这个是要打输赢的，所以它的那个即时反应度就是要很高。那另外你一定会第一个想说，它跟以前的那个 VR 眼镜，或者是以前我们那个头上戴，就是我之前有戴那个 Apple 的那个大的那种。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我们在玩那个东西，我们花最长的时间都是拿来看影片，看影片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沉浸式的影片，对，然后但是因为它就很大很热啊，而且后面有一个旋钮，就是你会一直 K 到那个后面。重点来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看我这里面多酷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每个人拿下来，第一件事先拿消毒酒精，先喷，然后这边拿那个衣服这边擦，因为很贴很热嘛，然后你这个整个里面都是那个汗，每个人脸一定会有压痕，每个人脸上面都有压痕，都有油，但是眼镜就是很像你拿一个太阳眼镜给朋友戴一样，然后它里面打开的时候就是哇。好比说，如果今天我要玩赛车类的游戏，我觉得以前就是我们都要拿3个那个萤幕镜头嘛，就像我们以前玩那个模拟器或什么，都在前面一个超大的萤幕。但是相信一般人的家里都没办法达到就是那种程度的境界。啊，我觉得啊，掉一下。哦，声音精彩对不对？旁边的喇叭，我跟你讲 ，BOSS 喇叭直接在我耳骨当中2个耳头里面穿动这样子，咻咻咻咻咻咻。所以他现在声音是从耳朵发出来的，就从旁边啊。我现在吹到很大声啊，我可以把它用小声一点啊。好吗？你看。你们看这可怜的小萤幕，我在里面看的是跟实车几乎一样大的车子哦，有没有？那个整个车身拉到这个车尾的感觉。玩这种赛车类的游戏，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体验。虽然我知道你现在也是看着手机萤幕，不知道我在是用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打一个比方，就像那天我去找一个我篮球的大哥，我想给他玩这个眼镜，感受一下那个球赛的氛围感。它是可以把那个2D 转3D，就是里面你会有很有临场感，然后再看一个很大的萤幕，而且重点是我们是坐在他们家的阳台看，坐在阳台上，你可以放他看啦啦队。我现在看起来很蠢吗？就有点心不在焉。我现在看起来很心不在焉，我现在就有点这样子看着你跟你们拍片，我看起来也很像心不在焉的样子。可能里面有啦啦队啊。你就这么想吧，如果今天高铁上有一个人就这样子戴着墨镜看着前面，你看得出来我在看什么吗？看不出来，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在高铁上有的时候那个人多，什么自由座的人挤到旁边来的时候，你敢不敢在旁边看李多慧、看啦啦队？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我都会看旁边人在看什么。对嘛？你看，就是有这种无聊的人嘛，就喜欢看我们旁边的人在看什么，我们看什么东西干你屁事。你就算用那种防窥的镜片，它其实那个第一个你视觉的感觉，那个光线是真的有差，因为我自己用过之后我就把它丢掉。然后，但是你又不想让旁边看什么，但是你看哦，我们现在一起在搭高铁，我现在把它这样子插着我的手机，我先打开之后，你知道李多慧现在多大一个吗？在我面前，李多慧刚好就在高铁旁边跳舞。如果我没有让你看我的手机荧幕，我就在下面这样子滑，你现在知道我在干嘛吗？不知道。你看。我已经花了很多的李多慧了，我旁边也是看得到了。你很会啊，那只是我故意想让你偷看一下而已。你看到我们在高铁上看这个，会有点不好意思嘛，对不对？看这个就是很开心，很好看，但是我们就很害羞啊，就是旁边的人站在你旁边，然后搭那个自由座的人有没有站在你旁边，然后这样，然后你在这边看一看，你看，很怪嘛，对不对？我跟你讲，我个人最近大量使用它，就是在出差的时候，我就这样子坐在那里，很像看着外面的窗外。那其实我在看啦啦队。它的好处，出门戴就这么一丁点大，然后你挂在身上，是不是太阳眼镜很正常？谁知道里面是一个171寸的荧幕，然后你想要看什么，或者是你想要用 iPad 去整理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插上去看。因为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公共艺术或者是做一些雕塑的时候，里面有些细节图很复杂。我们以前啊，就是会给客人戴 VR， 我让他看什么360度的什么角度，然后可以放大这样缩小。之后我就可以放开这个东西，就是你同时可以给业主看，然后你同时可以在 iPad 上面去旋转，然后去放大，然后去给人家看，就说哦，你看我讲的就是这个角度啊，这个角度的时候怎样会怎么样这样子。然后通常我们要让他这种看 AR 这种东西，让他沉浸式体验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说服他什么？说服他签约吧，说服他说哇，你这东西很棒，就是做得很好。但其实你就插一条线，平板转眼镜。然后你就说哦，看一看，那个感觉，你看一下，哦，那个感觉不一样。工业潮流物，我跟你说。另外一个，我最近在常用的这个状态，因为我其实已经拿到它，坦白说一阵子了。在我们拍完片、剪完片、上片，其实又是一段时间，所以你就知道我其实已经玩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其实我在看大家都不知道我到底在高铁上干什么，我就戴着一个太阳眼镜，因为太阳眼镜怎么后面好像有一条线这样子。我自己用的还有几个很实用的情境，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像我前阵子去特斯拉去保养，我们在那个修车厂维修的时候，当时我要开会，但是你知道开会大家有没有拿过那个手机开会？就你那个简报你看到就是。然后你又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现在只是拿着一个手机在跟人家开会，有时候呢就是让人家感觉，我看不清楚，你可以把它放到200倍大嘛，这个感觉就是又不太好，不太专业。然后我呢就非常聪明的
在我同时保养车子的时候，我就戴着这个眼镜跟人家开会，然后我突然觉得这东西一开始有成熟感，很多年前当然就一直有了，但是以前的那个技术就是一直不到位。第一个是萤幕跟你眼睛看起来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的眼睛的那个范围又不太到位。但 ROG 他们这一款出来的就是，其实我的眼睛在直视的时候，它几乎已经盖到了。我觉得大概90%、95%的这个整个范围，然后旁边的东西是我看得到你的脚在这里，但是其实那个是很淡，完全不影响我观看的程度。就是我想要看的时候可以看，但是我如果要正视这个荧幕的时候，你们完全会被我忽略，然后我可以把它调到更暗，你完全看不到你的。这个片真的很难拍呢，我要一直形容那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现在完全没办法想象。我那个后置同学，麻烦你努力一点好不好？尽量表达一下。我这眼睛拿去给你1个礼拜，你尽量表达出这个感受是什么？你一定想说，今天它是眼镜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会出现眼镜的 bug？ 没错，我就是跟你讲。首先第一个，近视的人怎么办，对不对？我跟你讲，既然叫做电竞眼镜，你总不能让人家在打电竞的时候近视看不到吧？所以他们其实里面的那个镜片，他们帮你想好了，这边就会给你一个小小的镜片框，继续做度数，就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子按那个哈的 key 啊，按那个哈的 key。所以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它把很多的东西，萤幕啊、你的镜片啊，整个里面的显示器，就是要把它塞到一个很小的概念。然后呢，它连这种鼻垫这个都帮你配好了。像我其实是鼻子算是很高很凸的人，然后我只是觉得这个垫起来比较帅，我想说拿这个给大家展示看。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垫外面一点，可能我的眼距啦，就是我的眼睛看起来我会觉得比较舒服。你也可以更换垫片，或者是到眼镜行去稍微把它调的就更适合你的鼻梁，或者适合你的那个眼睛。然后它旁边的两侧嘞是可以调多角度的，这样有没有？你知道有些人耳朵或什么的位置比较不一样嘛，比较高比较低，然后有些人右耳高左耳低嘛，就可以这样子稍微调一下。你拿给另外一个人戴的时候，那就可以这样子再调一下给他。你的声音好像那个整骨了。可能眼睛要坏掉。没有，把头包住这样。这个在以工业的角度上，我觉得这关节做得蛮好的。所以应该买哪一些股票呢？我等跟大家讲。因为我觉得它之所以特别，跟我们想要把它选为工业潮流物，是因为我觉得它突然在这一年，它的成熟度、它的续航力，因为它不用充电嘛，所以基本上你的多载体，它马上就能够调整过去，然后看起来不会像是那个不同的话术，然后你硬把它切着放大、缩小这样子，就是很尴尬。我现在插了各种平台，我就觉得都换得很快，感觉很顺，是够资格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像我们做 YouTube 的频道的时候，很常会收到各种东西，有些东西真的是哇，你是烂到是你宁愿把它丢掉，或者是烂到说你怎么会做这种东西出来？那当然就是没有跟大家分享跟不拍的东西其实是居多的。但这个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它处理掉了以前我们戴那个 VR 眼镜的问题。当然它的游戏的玩法跟沉浸式体验当然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它已经满足了以前我们想要戴那个 VR 眼镜看里面很大的萤幕，然后有沉浸式感，在那个平衡之间，我觉得它的 balance 抓得非常的刚好。同时呢，你在打电动的时候，你又可以用很小的成本跟很小的花电量。我刚才讲花电量，就是花费的电量，花费的没错。嘿嘿，我家是80几寸的萤幕嘛，你知道80几寸的萤幕1个小时的电量多少吗？很惊人哦。你靠过去那个电视，其实电视修你看不在，而且那个电视都动辄10几万啊，就是当然有所差别，但是它这个一个2万块，然后就可以让你看到170几寸，而且你可以上高铁看，你可以随时随地偷看你都会。或者是你可以在车上看，或者是你可以在蹲厕所的时候看，然后你都可以随时接各种就是你想要玩的电动。然而重点是什么呢？你知道 ROG 毕竟是做电竞嘛，基本上电竞就是你一定会听过它的名字。然后他做的眼镜呢，它就是完全就是否你打电动。它除了就是我能够让它的投影变得比较大之外，我觉得它最强跟最难的就是它的这个 follow 跟追踪跟定的这件事情很难。如果以我们平常在工业上的理解上，就今天呢，我要让我的萤幕锁在一个地方，你有没有看过鸡头？就拿那个鸡的那个头在那边转的时候，那个3D 那个鸡的头，吓死我了！我也是不能播的。鸡的那个头啊，你知道鸡头基本上是一个3轴的始祖。对，3轴的始祖是鸡的头。你把鸡的头放在那边这样子动的时候，那个鸡的头是这样不会动的，它的头会这样子。但是在你的眼镜里面，我抬头的时候，它要能够感受到我抬头了嘛，所以它毕竟里面可能要是有一个测试水平或陀螺仪的东西，才会知道我抬头啊。但是如果今天我把它定住的时候，我在晃动的时候，它又不能影响它的
荧幕的画面。我对它的这个技术非常的好奇，所以我就上去他们官网查一下他们要发售的这个东西，它的技术原理叫什么？它叫那个什么延伸 3Do F 空间追踪。我看完了之后，我还是不理解这是什么东西。官网上就写说这是一个他们很特别的技术，因为以前我们如果在系统上或显示上，我们要能够讲指去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在荧幕上面或者是你的眼镜上面去建立另外一个装置，或者是你要接在外面，或者是用个 APP， 然后把它设定在那个位置上。但是你看，它就坐在这个小小的太阳眼镜里面。可为什么我们要悬停模式？你看打电动，大家都不喜欢小朋友低头族这样子低头这样打电动，对不对？那是因为荧幕在这边嘛，你的身体要控制得很好嘛，所以小朋友很多打电动打到那个你最后都富贵包，或者是你看手机的时候，小朋友都会这样看手机嘛。你看我现在看荧幕是怎么看荧幕的？抬头挺胸啊！抬头看荧幕的，我跟你说，而且来哦，重点来了，你看哦，我现在我打电动，我现在这样子打电动哦，你看我现在手上开的这台 GTR 哦，我的荧幕现在就在我的面前正上方哦，你觉得这样才会有低头族的问题吗？这跟悬停模式有什么关系？哎，重点来了，我现在这样子，我的荧幕现在钉在上面了，所以我现在站起来的时候，我是看到你们看得很清楚的哦。啊，如果我要继续开 GTR， 对不对？我想看。你不要看这样子很北蓝哦，就是因为我可以把悬停随时定在这里嘛。我觉得这个就是解决了我以前就是不喜欢戴那个 VR 的最大的痛点，就是我会晕。这3个按键你就可以，比如说我这样按起来，我现在把荧幕锁在这里。然后嘞，最厉害的就是你就可以转过来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就变成一般的深色眼镜。我现在转过来，转到我刚刚，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一个荧幕悬空在里面的？就这种感觉。我这边也变黑色，转过来变黑色，对不对？我看不到你在看。然后你看我要变色，我要转过去的时候，哦，右边透明。透明了，哦，嘿，神奇呢！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要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要 focus 嘛，就是我不想要旁边人干扰嘛。你知道这叫什么？电致变色。我今天我要看前方，我要看我里面的荧幕的时候，你要专心的打电动嘛，你要专心的看理由会嘛，那它就会把旁边干扰物全部都变色。然后旁边我移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了就是你们正常的人的样子，或者是我要关心我的小朋友，看一下我的小朋友，看一下我手上的东西，看一下我旁边是不是有什么小狗在旁边跑来跑去的时候，马上旁边就变成透明的样子，炫哦，对不对？好，那你看到，如果现在我把它锁定起来，你看我现在变follow了，我把它设定成follow，我转过去咯，有没有？它就没变色，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我把镜头锁在这里哦，我就可以平常变成是我要工作要看这样子，但是我离开这个荧幕的时候，它就变透明了。你跟现实世界没有脱节啊？对，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就是一戴上那个很像是一个很大的安全帽之后，然后你脱下来的时候就是啊，就好像回到现实。我有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喜欢那种感觉，但是我刚刚跟你讲它很酷的地方都是在示范，我外出的时候很方便啊，或者说平常我开会的时候很好用啊。但是我跟你讲，它还有几个很聪明的东西，插下去 Control Dock。那接上去呢，让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比如说我要接 Switch， 我要接 PS5， 我要接我的电脑，我要接各种我想要投在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这个 Control Dock 去选我的荧幕。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你知道那个灯光音响啊，它很像就是 PA 大哥的控台啦，很多的声音接进来，然后你最后你就可以选哦，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进到最后外面的喇叭这样子，进到我这个荧幕，总共有好几圈，好几圈，不会说哦，我现在我要听这个，我要看这个，我要拔这个，我要插这个，我要拔这个，我要插这个，你就可以随时在家里面，你就可以这样子，就可以躺着这样子。这个如果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有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方便。妈妈一敲门，赶快关电脑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打电动，要么就玩赛车，要么像玩阳明山战鬼，就是这种打打打打。那我个人也喜欢玩射击类游戏。射击类游戏有的时候输赢都是处于设备组的概念，你荧幕越大，你那看那个准心越准。或者是你那个手机打这个射击游戏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很远方那个小动静你看不到啊，但是你那个荧幕很大的时候，旁边一个风吹草动，你就是完全能够感受到。很多人就会输在装备，你知道吗？输在家里的装备。那你戴这个了之后，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另外一种射击类的功能。我跟你讲，它在这个眼镜里面，你可以叫出一个叫 Game Plus 虚拟的准心。然后同时还可以让你及时的帧数显示，趁大家还没有到手的时候，你赶快买来打趴别人。你知道这个快要多快吗 ？ROG 我跟你讲，240赫兹，基本上是超低延迟了。你不会因为就是你的那个延迟，然后害你被杀了之后，你都还不知道的。小小一个太阳眼镜，据我所知，我找了很多网络的资料，它已经是现在整个 AR 的全世界里面最高规格的。最后，我身为这个爱家好男人的代表，跟大家讲有2个利用的情境，非常的适合使用，然后跟你会非常的爽。一个呢，就是你知道我们通常工作回家很累的时候，你想要拿来打电动啊，像我
家里有副总有小朋友，我不知道现在看我们频道的你是不是家里面会有一只母老虎，会跟你说小孩在家里面你不能看电视，不能打电动，因为那个蓝光会给小朋友什么刺激的影响，或者是因为你打电动的时候那个旁边那个打打杀杀小朋友不能看，英国什么研究不建议什么3岁以前小朋友接触到什么3C 的那个，但是你回家就已经忙到7、8点，你家里面就只有一台电视，你要打电动怎么办？我跟你讲 ，ROG AR 眼镜，你戴起来之后，我能够从旁边看到副总现在到底安不安全，我可以看到他旁边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因为我可以设定萤幕嘛，一种是锁定萤幕，然后看一下他旁边有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或者是我可以从眼角余光看到副总在旁边玩的有没有怎么样，有没有乱跑。同时呢，我可以在他面前直接打18禁的游戏，就是那种打打杀杀的啊，就是有一种或血啊，我打 GTA 啊，那个枪在往那边射。小朋友在旁边玩积木、玩车车、玩乐高，你在旁边玩 GTA， 或者旁边拿武士刀砍人。那如果他问说他跑到你旁边，想说你在干嘛？我还在看太阳。你给他戴的时候，里面没有东西啊。你等他戴的时候，里面透明的，没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你家庭和谐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这才2万块钱，然后我也可以带着这个看着电影，一边折衣服一边追剧啊，小朋友也不会觉得你在旁边在干嘛，对不对？我在折衣服啊。工业潮流物。然后我另外自己也会用一个东西啊，就是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在工地嘛，然后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躲到车上，然后开冷气，然后我就可以打开这样子，然后看荧幕追剧，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很可怜，你就可以马上得到一个高爽度的享受。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的那个节奏啊、频率什么生活都太快了，所以你很累的时候会突然很累，但是你爽的时候没办法变得很爽。然后我觉得这一集的工业潮流物就是在教你怎么样花一个小小的钱，让你可以打电动变得非常爽，同时额外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开会或者是看球赛，或者是看一些简报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只小小的太阳眼镜，让你完全有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它是我最近的社交货币。你要看我这个眼镜，会看你都会有，来在这里都会，你都会加多少钱啊？看币啊！总之，这就是我最近发现的酷玩意儿。这种社交货币越早出来讲越好玩，等到很多人都有的时候，你就不能拿来这样骗小孩子，或者是就不能在高铁上面看你都会了。我们现在拿到跟拍摄的时间大概是5月初，等到我们上片的时候，可能大概6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收到资讯，就确定在台湾会有进，然后可能会有贩售，所以你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可以得到哪边可以试戴啊，哪边可以买啊，或者是哪边可以去体验看看这样子。那以上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爱家好男人的工业潮流物。当然，各位网友，如果你想要支持我们，然后你可以看我们下面有一些周边商品，你可以购买然后来支持，或者是可以加入会员。我们在会员影片里面常常会放一些很有趣的话题或很有趣的影片，只要加一次，你就可以一次很快速的把全部都看完。而且我们每个月会有不定期的超认真好事多，只有会员影片里面的会员们，然后才能够有市场超级低价的价格。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来支持我们这个小小的频道，然后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外里都会了。而且以后你审片就可以这样带着这样审片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不用一直低着头看东西，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改变。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我都可以这样子，就躺着枕在枕头上，就这样子看东西看荧幕。所以以后就是你们开会的时候，你们看我这样戴着眼镜，我是在审片，我同时开会可以同时看我们频道的后台数据，可以看一下大家最近表现的这个良率好不好，或者是同时我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公司的进程可以怎么样往光明的太阳走去。